最可怕的是他有詐欺性犯罪前科，怎麼可以放這種人進入校園裡面？故意且惡意鎖定目標就是搭乘校車的女學生。目前查到9個人直接發生關係，我還有在傳呢。公布學校是很愚蠢，應該公布加害人相關的訊息，讓接觸過的人趕快去做篩檢。HIV 死亡率是很高，終身服藥，药是有後遺症的耶。整個案子匪夷所思到我無法理解。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自由時報報道，地方衛生局執行艾滋疫情調查時，發現多名毫無地缘關聯的感染者有共同接觸者來源，緊急通報中央與司法教育衛生單位成立專案小組調查。赫然發現感染源指向李姓校車司機，傳染鏈已橫跨中部3縣市。由於事關校園安全，若循正式管道呼籲恐使 HIV 被害人身份曝光，加上李姓男子有買春多重性伴侶的習慣，更增加防堵困難。專案小組多次協商後，保護被害人為優先，採取私下訪查與個別接觸的方式搜證，在不驚擾外界的情況下釐清案情。調查發現，駕駛校車的李姓男子經常與學生攀談信仰問題，自稱是白沙屯媽祖、福星宮媽祖、後天宮媽祖的兒子及虎爺胞弟，會當眾起機營造神明附身的假象，讓涉世未深的女學生深信他是神之子，並假證神的口諭，謊稱你也是媽祖的女兒，我需要補身體，否則雙方健康交往不測，趁機性侵得逞。9名外人因畏懼生命而不敢明確拒絕，一人還遭到肢體暴力。檢察官指強制性交罪不限於物理強制，包含宗教迷信的心理強制手段。因为李姓男子以神棍话術違反被害人意願，導致受害人感染 HIV， 構成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強制性交致重傷害罪。目前因為考量到涉及未成年及 HIV 高度敏感等那原因就是我們講的艾滋病保護條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保障條例，避免曝光的部分，所以不會公開審理。所以這個案子可能就會石沉大海。曾經發生過校車司機跟多名女學生交往導致懷孕的狀況，就後來發現他不是跟一個，他是跟好幾個。其中有女學生還跟好幾個校車司機同時在交往，校車司機很多，其中好像還有國中的。當時這個消息沒有爆出來，所以我只能說疑似，不然的話學校會告人。但是我當時聽說這個事情，因為我們畢竟校友，他是一個破口司機他每天可能載到最後一站，或者是長途的，這相處時間是很長，他可能比家人還長。因為那個校車其實跑很遠，人少的時候就是大家很熟會互相可能幫你帶個東西什麼。高中生有時候，但是不管早熟晚熟，總會有比較情竇初開。我可以理解這個概念。我們在搭校車的時候，我們確實知道有一些高中部的學姐跟司機都蠻熟悉的。這個案子提醒所有家長，對孩子不要以為學校會教性教育，不會，終究還是得要回到家庭教育。學校教的通常沒有用。我國中時候的健康教育的老師還是完完整整講完的還沒有跳過以前是很多老師就直接跳過，你們自己看。尤其像這種 HIV 專業性質的，因為他最多就是講要戴保險套就這結束了，他不會再針對特定的，比如說性病甚至像喪屍煙彈這種東西，全部會混在一起，病毒、酒精這類都混在一起。當家長的自己要多留意提醒孩子要多留意。關鍵就是說社會的性觀念也在改變嘛，所以導致是很多人在約炮變成很普遍的狀況。在過程當中，保護意識是下降很多，認為這樣子比較貼近，對他們來講這種合理性，實質達到他心理或生理層次上的滿足。但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怕的，因為這一個東西的普遍性可能遠比我們了解的還要多，尤其是現在的年輕階層。所以呢，就要去提倡性專區合法化。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週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這次我們的陣容非常的強悍，有賴任、詹委員、黃世修、徐巧芯、侯漢廷跟黃陽明一年一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週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週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公布了一個校車司機大搞男女關係，基本上都沒有在保護，所以呢，導致了大量的高中生受害總共有9個人跟他有接觸過，其中有6個人得到了 HIV。HIV 什麼？就我們俗稱的艾滋病，它是有一個過程，艾滋病毒它會潛伏，這個時候你叫做艾滋病潛伏期，你不能稱為艾滋病它還沒發病，發病之後才能叫艾滋病。HIV 人類免疫系統缺乏病毒，就導致你的免疫系統掛掉，因為它攻擊的對象就是你的免疫系統，所以這個病毒才會難搞。那這種病毒主要有3種傳播的方式，一個是無保護性行為，另外一種呢是血液垂直傳染，血液傳染、傷口感染。傷口的話，主要是要跟患者的新鮮血液有過接觸或新鮮的體液，曾經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受傷了就去割到，哇，那真的中槍了，不是沒有發生過，這個幾率比較低。那第2種還可以補充一個，就是針頭，它這個雖然不是血液傳染，但它其實就是一種傷口。第3種是垂直傳染，透過母子綴繫帶。那目前世界上的 HIV 透過
雞尾酒療法，何大一博士所發明的雞尾酒療法，通過不同藥物複合性來控制 HIV 的繁殖，可以把病毒量壓制到为0。就它已經不是在8、90年代艾滋病聞風色變，像比如說 Magic Johnson、NBA 的這個魔術強森，類似這樣的名人罹患之後，他們透過這種所謂的雞尾酒療法，讓它延長的感染能夠去跟病毒對抗的時間。所以後來慢慢的，艾滋病雖然艾滋病很可怕，但是呢就沒有像以前，然後得了你就是必死，可以跟病毒共處。有發生過一些案例，带有 HIV 的带原者潛伏期，但是他服用了雞尾酒療法之後，他跟人發生危險性行為，但是对方是也没有感染，而且是長期的性伴侶，但是没有感染，因為他的整個身體中幾乎不帶有這種病。因為像 HIV， 我們台灣有一條法令都專門針對艾滋，當初就是為了要做相關的防疫，所以有一個專法。現在的旅館為什麼要提供保險套，都是在這條法令裡面規範。所謂的安全性行為、強制性就在這邊。所有的法令不是為了避免感染，而是說被感染者要有相關的一些權益，因為有些人他也不知道他就被感染了，那你總要保障他們的權益。就像這一次的這個事件，很多人說，那你怎麼不把這個學校講出來？因為會導致什麼現象呢？當你今天報道這個學校，哪些學生會是受害者，很快就會被找出來了。那個學校裡面自己都會流言蜚語，那傳出來，對這些孩子們，因為都是未成年，會受傷，都是要保護啦。因為在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們是未成年，都是需要保護。而且感染者本來在這個法令裡面都是要保護的，你不可以因為他感染而去歧視。比如說，如果今天假設我求職者他感染，就老闆說你有艾滋，我不能用你，很抱歉，依照這條法令你是這個違法的。當然，這條法令裡面也有規定，如果你明知你被感染了，你還去跟其他人發生危險性行為，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個比酒駕還重哦。你明知你有這個病毒，你還惡意的去散播病毒的概念。以這個案件來講的話，它有點複雜，它不是單純的，看那個新聞好像是校車司機在勾引學生、誘惑學生，但後來發現這個校車司機他還有一個叫做宮廟神棍的那種，是找人家雙修啊，我要幫你改運啊，我要注入你體內什麼東西啊，怎麼之類的，就類似這種更可怕。而且甚至很多的相信他的人，真的是以為我就是在跟神明的代言人相處的那種感覺，不是單純的性交易而已。或者說性交，而是說可能是有的感情因素在裡面。因為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爆發了，2022年的7月有一個少女跟他發生性關係，2022年的8月少女就出現相關的症狀，不適感。艾滋病毒越年輕爆發的越快，因為你的免疫系統越好，它複製越快。就醫之後才發現她被感染 HIV 哦。當中還有一位少女，當時只有15歲哦，16歲以下。那當然，這個校車司機目前已經被收押了。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周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這次我們的陣容非常的強悍，有賴任、詹委員、黃世修、徐巧芯、侯漢廷跟黃陽明啊，1年1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周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周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司機姓李，他在2022年的7月底，他感染了艾滋病之後，他就開始誘騙女性跟他發生性行為，認為是惡意在散播這個 HIV。在2025年底的時候，有一名受害因為身體不適，一個女高中生啊，確認感染 HIV， 這是國家要列管，衛福部介入去調查。根據所在衛生局進行調查發現呢，受害者自述曾經接觸過李姓男子，發現呢2022年也有個個案通報也接觸過李姓男子。2022年當時又有個案有被驗出來，就李男曾經有妨礙性自主罪，也就是強姦，報給了警察介入。到了2026年上旬之後，經過清查，發現至少有9個受害者，代表他有接觸的或者有報案的之類的，總共是9個人，當中有6個未成年人，這6個未成年人就是都是女高中生，所以檢警當然是把這個李姓男子提起強制性交，又導致重傷，因為感染 HIV 是重殘，法院界定上他是重殘。這個校車司機其實是外包的遊覽車公司，這遊覽車公司呢，因為現在幾乎沒有學校在養校車司機，所以一般就包給外部的遊覽車公司，由遊覽車公司來做對接，他就是這個對接的窗口。那一般來說，如果他開習慣的話，都會讓他繼續開下去，很多學校會讓他繼續開下去。可是最大的可惡點在哪裡？他是故意且惡意的，他鎖定的目標就是這一些搭乘校車的女學生，是這件事情裡面最可惡的地方啊。那我們來看一下，檢警調查李姓男子是公車的駕駛，同時也接辦了校車的業務。他平時有買春性交易的行為，還擁有多重性伴侶，卻經常向人自稱是媽子的兒子，展現出或神明降體的樣子，塑造自己信仰虔誠的正面假象，讓涉世未深的女學生受騙上當，加入李男設置的賴群、李氏群組還有姐妹群組。2022年的7月間，李男將一名網絡上認識的16歲少女騙到住處後，不顧女學生反對，強行性侵得逞。
女學生事後身體不適就醫，結果在8月間檢驗確診感染 HIV， 沒想到他以簡訊通知李楠，李楠卻已讀不回。更離譜的是，李楠甚至還在當天揚稱自己是被玄天上帝附身，要另名成年女性配合他補氣性侵對方得逞。另一方面，李楠多次利用搭校車的女學生信任，私下約在住處或是旅館見面，再佯裝媽祖虎爺附身，借由神明口諭聲稱自己需要保養身體、互補身體，否則雙方健康都恐不測。有6名學生是因為害怕得罪神明，被迫遭李楠性侵，甚至還有1名女學生從2022年到2025年間，以每2個月1次的頻率遭李性侵16次。可怕的是，李不僅性侵了至少9名的女子，其中更有5人事後檢測出 HIV 的陽性期。這些被害者人年紀最小才15歲，他們得知真相後，身心嚴重受創，紛紛提出告訴。因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禦以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的修法，艾滋病條例修法理由指出，隱瞞而故意讓他人感染艾滋病已經構成刑法的重傷害罪。檢察官調查後認為李楠犯行明確，惡行重大，依3個強制性交致重傷罪、26個強制性交易、1個與未滿16歲的性交罪、2個過失致重傷害罪，將他提起公訴。就是性侵9個，有3個給他導致直接感染，這個應該是發生的時候是他有強制性，然後1個是那個未成年，然後呢有2個是你情我願，但是呢還隱瞞對方，非常誇張。他到底性侵了多少？現在還在調查。這個案子真的不能低估他，非常非常恐怖。而且你要想，他找這些年輕的妹妹，那這些年輕的妹妹因為他的身心過程中接觸到這樣的世界的時候，他再大一點了，他畢業了，他到大學，他會不會加入這個跑步圈子？那加入跑步圈子，那這一傳萬千里了。而且現在的跑步圈子的話，很多人他是不做保護措施，很可怕。有人去調查嘛？那個做跑步圈子裡面呢，有多少人不做保護措施的？據說有3成到5成，這個很多數字，因為這個數字很難是真實，我認為都是低估了。很多人他可能都在追求刺激，或者他覺得麻煩，或各種原因，他不做保護嘛，他只想着跑步嘛。而且重點是這些人他不知道，对，那如果說他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那就會徹底失控。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離休。歷史哥7周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這次我們的陣容非常的強悍，有賴任、詹維元、黃世修、徐巧芯、侯漢廷跟黃陽明啊，1年1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周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周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網說喊公開校名，要公開加害者的名字吧？怎麼是公開校名呢？当然你已經擴及中部3縣，所以我有個疑問，目前查到9個人，5個人是跟他直接發生關係的。那如果說還有再傳的呢？我覺得這裡面最可怕的是，他有詐欺性犯罪前科，怎麼可能獲聘為司機啊？怎麼樣可以放這種人進入校園裡面？整個案子到我匪夷所思，到我无法理解。公布學校是很愚蠢的，但是加害人確定就是他在傳播的話，是不是應該公布加害人相關的訊息？你就不公布他的名字，你至少要公布他的相關訊息，讓有可能跟他接觸過的人趕快去做篩檢，減少這個不明的傳染鏈吧。HIV 發病起來死亡率是很高的，當然因為現在的科技進步，但是他要終身服药，那藥是有後遺症的，犯罪成本太低，毒駕殺人無論多少名一律免死，不必經過精神鑑定後因吸毒交代神志不清就可以失去死刑的最後終結啊。法律應該規定 HIV 應該強制通知配偶及同住家人啊，這些都不會做了，因為都是人權啊。高中生為何如此好騙？不是高中生好不好騙問題，是你硬要騙，再聰明的人也有人被騙，比例問題而已。不要去檢討受害者。最詭異的點是，這個校車司機是什麼時候變成 HIV 感染的？而且他知不知道？如果他不知道，那他又這樣濫交，他頂多就是詐騙感，你沒有辦法控訴他。他現在叫做致使他人重傷嘛。你最多是比如說，因為人家未成年，人家的家長去提告，是因為你只要是跟14岁以上的，你如果是合意，都還可以和解。這個就要看他到时候的案情。如果他是明知他有 HIV， 然後你到處跟人家發生這種危險性行為，導致病毒的傳染，就很嚴重了，這就是另外一個狀況。這件事情裡面最讓人家覺得可怕的地方是，因為2022年8月的時候驗出來，其實衛福部已經知道未成年人感染 HIV 這個事情應該是相當嚴重的狀況。
哈，他們是透過交叉疫調查出來，去年的年底經過交叉比對之後出來，可是他在2022年8月的時候就已經被通報了，所以我們的疫調跟我們的追蹤，現在衛福部出來講啊，說因為害怕寒蟬效應，所以沒有強制篩檢。做這樣的定在 HIV 專法幹嘛？對 HIV 專法裡面是有通報責任的哦，就你只要有一個感染，你要立刻通報，而且要開始去做疫調。已經有人把這個案子去做連結，說又是中部是誰？吳秀燕，你看又要開始這個做政治攻擊了。HIV 始終就是衛福部管理的，但是有人就故意要把它往這個方向去引射了。無論如何，這個議題可惡的是那個校車司機，如果他明知他用這種神棍的方式去做感情誘騙啦，提醒啦，你家裡如果有孩子正在求學，對愛情有憧憬，就是要提醒他拿這些案例告訴他說，那至少你要先保護自己，就算你今天跟人家談戀愛，至少那個關卡就是該帶的安全措施不要少，就堅持要這個部分，至少做好基本的保護。第一個當然是加害者本人，他到底是有意無意的，肯定要理清。第二個是主管機關衛福部疫調之後，然後呢沒了，暗礁你也得調查，怎麼可能就說事情就這樣子？然後現在說要申請的保密審判，那說是要保護受害者，但問題就是，如果這個加害者他的資訊不夠，再多透露一點出來的話，他到底跟多少人？你自己衛福部都說至少9個，幸運的只有2/3，他接觸了9個人，性接觸了9個人。2/3都中了這個 HIV， 這代表說這校車司機他長期都是未保護性行為嘛？光這一波的這個傳染鏈有沒有可能還在擴大？這些少女有交男朋友，其中有1-2個少女訊息出來，她男朋友還沒被感染，現在男朋友啊，那萬一之前的男朋友？對啊，比如說他中間還有其他的這個部分，所以你中間如果有空窗期沒有去這個做篩檢或幹嘛的時候，案情就會變得更複雜。當然現在是這個司機因為他被收押，目前是用所謂性侵這個角度去辦，恐怕後續很難講，因為目前媒體報道都說有感情的連結，這個事情應該得到更高度的重視。那為什麼那時候沒有重視？到底發生在哪一個縣市？是哪一個縣市政府要負責？我們都還不知道。要釐清嘛，說地方有沒有通報的問題嘛？第二個，中央有沒有列管嘛？第三個，後續追蹤在哪裡？那還不就是可能是某一個公務員熱心了一點，他去比對了一下，把它弄出來啊？不然的話，今天要多少人受害？這種濫交的人，他是習慣性濫交，他可能會不斷的擴展。當然，還有一種可能，疫調的過程不順利，他被驗出來，他說沒有啊，我不知道，我沒有啊，我沒有發生過關係。因為我們在這個新聞事件裡面，我們能得到的資訊非常有限，就如同當年南投嘉義有一個議員選上，把名字什麼顏色不分藍綠什麼，就是他為什麼要改那個名字的原因，是因為他要諷刺兒少法裡面規定未成年的猥褻犯的這種名稱是不可以公布資訊的，他就是為了要挑戰這個。所以同樣的，當我們碰到這種案情，它相對資訊是揭露很少很少的時候，其實我們能夠去評論的，我不知道說這個案情到底怎麼回事。那些媒體裡面講的東西，有一些搞不好是錯誤的，也不一定，所以我們很難去評斷。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週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這次我們的陣容非常的強悍，有賴任、詹維元、黃世修、徐巧芯、侯漢廷跟黃陽明啊，一年一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週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週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我弟以前在做監獄的矯正儀，監獄就有很多吃毒的進來，有一些就有帶原，那什麼？因為開毒趴用針，毒性很高。另外一個同學他分享過一個案子，前他們在實習的時候去查 motel 辦集體趴，然後那一場是男同志的場，那男同志是可以玩接龍，而且男同志因為他其實沒有懷孕風險，他们如果要帶，他們主要是要保護嘛。可是問題是保護是你保護別人，不是別人保護你。所以很多人其實沒有。然後他們進去的時候，那個彌漫着味道，牆上到處都是，很可怕。回來之後做噩夢。HIV 是這樣，你一旦得了，我覺得人生是黑白，就很可怕。然後現場到處是針頭，一開始進去的時候是黑的，一開燈抓到的是17個，其中有7、8個還接在一起，好可怕的。HIV 這種東西哦，其實對人來講是極具精神壓迫感。就它這個病確實可怕，但是因為現在的醫藥比較發達了，所以如果控制的話，它是有把它的病毒量壓在很低，它一輩子沒辦法脫離那個藥。目前來說沒有治癒的可能性嘛，或者是只有極少數的醫學奇蹟，可能它真的會淋病毒。我是有碰過艾滋病患者，我以前在看守所，因為我以前是要負責做新收的犯人進來，我們要負責調查資料，就是在看守所裡面是叫做文書作業。每一天的早上一大早會有昨天晚上進的監獄的這些人來這邊做新收調查，就會問你啊，你是做什麼的啊，什麼什麼。所以呢，他們的資料手上就會有，然後每個來叫號碼。那天我就看一下上面有免疫什麼權什麼症候群啊，我們跟旁邊說，這個艾滋所有人都很緊張，因為那是20幾年前，所以他是獨居啊。可是我後來就去翻裡面他的案情，也蠻可憐的，就是一個男性，他應該是同志，就是因為騎摩托車跟人家發生車禍。
他有感染，他知道他有感染，他因為發生車禍他流血，所以他趕快逃離現場，於是就變成肇逃。他是因為非價業務是什麼的，又逃逸，他又不到案就被通緝，然後呢就被抓進來了。這樣看起來就是一副很忠厚老實的感覺啊。面對面聊，我們就會覺得他其實這個也不是什麼了不起。但是呢，剛剛講的就是在歧視的狀況下，他自己知道他的血液可能會傳染的時候，他趕快跑了。但是你要知道，在監獄裡面，他像這樣的人都會被標籤化，所以呢就會給他獨居。擔心說，如果今天有一些這個狀況，所以剛剛講那個專法主要就是要不要他們被標籤化啦，讓他們知道說，哦，其實他們跟一般人也一樣的，就是相關的權益都要保護他們。